好，去年我刚看了一下哈，我们对美国的出超顺差是739亿美金，有史以来最高的。我们对大陆的出超是699亿美金，是20年以来最低的。哦，那我们光美国跟大陆就赚了，你看1400多亿哦。结果我们为什么外汇去年只顺差800亿呢？那我们到底被谁赚去了？日本顺差对我们顺差，我们对日本逆差多少？2000多亿美金啊，2000多亿美金呢、那我们对日本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筹莫展啊。哦，我们只不过赚美国739亿就被川普这样打，日本赚我们2000多亿美金呢，而且几乎是每年这样赚呢。我们好不容易外销全世界赚的钱都给日本拿去了，那现在还这么亲日啊？啊，要不要对日本报复一下？要是日本也多买我们点东西啊，我们少卖日本一点东西啊。好，那你现在川普要你减少这个顺差嘛，啊，减少对他的逆差了。那你现在739要减少到多少呢？300亿、200亿、100亿，那你少的钱从哪里来呢？你说日本还是那么大的这个逆差，那以前就是从中国大陆吧。全世界好吧，你现在就说我们要去开发其他的市场，全世界现在都想去开发其他的市场，因为受美国这样打击，哪不开其他的市场呢？那另外全世界都会抢大陆市场，当然大陆现在也是情况是很艰难的，但是还是个市场。那现在全世界都要去抢大陆市场的时候，你台湾抢还是不抢？来继续抗中保台，继续跟他划清界限。去年哦，我们外销美国变第一大市场，好高兴哦！政府，哎呀，我们终于这么多年终于扭转了，从大陆扭转到美国了。没想到就高兴几天呢、他就报复你了，所以你赚我太多钱了。哦，那怎么办？我们看一下。整个指数上来讲，它跳动的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原因也是因为真的是动不了。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核弹轰炸，迎接7号黑色星期一，台指期7号以跌停开出后，台股开盘也一片绿油油，可说是 L 型躺平。指数开出20153点后一路崩，随后暴跌超过2000点，创史上最大单日跌点，失守2万点大关，近1800档股票跌停，平均股民单日持股市值蒸发50万，三大全指股也打入跌停。台积电以848元开出，下跌94元。开盘1个小时，还有超过12万张排队等卖。鸿海以138.5元开出，下跌15元。联发科以1295元开出，下跌140元。电子五哥也难逃冲击，广达开盘锁跌停210元，伟创锁跌停90.9元，和硕锁跌停78.2元，英业达锁跌停38.6元，合计市值蒸发破1000亿台币。而 AI 股伟创也跌停，航运三雄长荣、阳明、万海更全数跌停锁死。当然了，国安基金可能开会了哈，另外什么8大行库啦，还有很多国营事业啦，还有什么退辅基金这个基金等等哈。但是问题，你现在当整个大势变成这样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今天开盘就是停盘嘛，开盘就收盘了，开盘就是2000跌2000多点，就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卖也卖不掉啊，就变成这样嘛。因为我觉得这样啊，从美国这种关税之战啊，那看起来很多美国人啊，针对这些关税，当然正负两方都有了。那看起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川普为什么单挑全世界，孤立主义又在起？真的要像1930年这些关税之战吗？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但是我比较纳闷的，就是我们的赖总统跟左院长，他的5个政策当中，我看完以后，我真的很失望。第一，软趴趴；第二，投降主义。所以他5个政策当中，对于整个所有的这些关税之战，没有站稳立场。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是非常不谅解赖总统。从一夜之间把台积电投怀送抱的送给美国之后，他们认为是世界太平。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上节目，有人问我的时候，我说第一个，他不会对台湾有任何安全的保障；第二，对于关税没有什么帮助。你看看，还是32就32嘛，它的主要目的是逆差嘛。那你逆差，你一直投怀送抱，那就可以解决问题嘛？这个叫什么？我们的政府
警觉性以及外交以及贸易这些基本观念，俗称民进党执政对于经济两制完全一窍不通。所以我在看我反而比较欣赏中共的做法。中共，你34%，我也34%，但是我们承认，中共它比较有条件，它的条件14亿人当中对付4亿，还有据我个人所了解，中共不是只有这样对干而已它还要结盟欧盟所有的人，因为什么？它有市场，你那边要征税30几%，我这里或许我可以免税，到最后你说川普这个到最后到底你是利多或利空都还不晓得哦。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台湾现在非常脆弱。那我比较不谅解的就是总统赖清德抗中保台，这个有时候我常讲过，抗中保台是抗中害台。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民就很知道嘛，股市一开出来最清楚嘛。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要那么软弱。中共他的做法不是不能参考，也是可以参考的。好，我们看一下台股到底怎样。死守证券营业厅，资深股民早就心思放空滑手机，也有股民在家看电视，一闪一闪不断跳跌停，疯狂闪烁，还以为电视机坏掉了。资深股民说，7号这盘要价位变动，除非台积电跌停打开，想起死回生，只能看川普下一步动作。期货挂单几千口要卖，所以我今天台积电也不敢买了。然后政府护盘的钱也是人民的血汗钱，所以我呼吁政府，你不能为了那一些输家来护盘，但是讲难听点，护盘他们的股票也救不了。24年的股灾，这个8月6号的股灾，那是连续2天走过。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就是在所谓的2004年的这个总统选举的2颗子弹之后，也是第一天跌停，第二天再打开。台股共有13次崩跌记录，若从2000年开始细数，网络泡沫化为18，4周跌幅超过66%。2002年 SARS，2004年319枪击案跌幅都超过20%，2020年新冠疫情也都有跌幅。历年股灾3个月后的走势，像是网络泡沫化3个月后持续下降19.48%，金融海啸下降24.92%，欧债危机下降14.2%，中美贸易战下降13.55%，只有2020新冠疫情3个月后有小幅回升3.52%。券商在清明连假加班发出警告讯息，要客户4月7号有极大的震荡风险要注意，务必提早检视保证金和风险指标，勿抱着侥幸心态等待补救机会。专案分析，关税风暴目前看不到尽头，接下来就算小幅反弹也不能随意进场，因为川普一言一行都可能对台股造成风吹草动，风险难测，保守为佳。好，洪庭老师，你这个有经验了。4月9号到底有多重要？现在大家看4月9号看什么？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就是4月9号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刚凤英姐提到了整个完整的，就是说以 Stephen Miller 跟所谓的这个 Peter Navarro 他们整个人所架构出来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认为说一切的根源是在美债，然后接下来当然它还有很多的附加价值，所以4月9号其实就是看清楚川普他究竟他的主要目标到底是什么，跟他的满足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任何几个部分，就是川普发动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为了解决他自己的美国整体的这个美债财务结构这样子的一个稳定性，而做这件事情。那在经济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这是一个囚徒困境，也就是说1对1的这个关税互相打，每个人的最适选择是什么？就是互干才能保护自己，但是每个人的最适选择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大家一起倒霉。所以后来大家都提到，就是说，你如果把囚徒困境这件事情拿到关税上来看，然后再加上了所谓的重复赛局，也就是多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重复久了会发生一件事情，叫什么？利他选择就会是最好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川普聪明，4月9号他应该要宣布，
我们先停下来进入检讨期，4月9号暂时不开征啦。但是大家开始谈判，开始检讨嘛。那这里面几个东西是他要做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那个算式根本就莫名其妙。坦白讲 ，ChatGPT 算不出那种算式出来，因为那个是没有道理的。ChatGPT 还要有逻辑，程式要有逻辑才算得出东西来。ChatGPT 写不出这种东西来。那汇率。Peter Navarro 已经讲了，汇率其实是他的重点，还有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来增持更低的美债，来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没有，那还有加上他可能会要求大家你重塑供应链了。供应链重塑就是说，我现在来盘点，我想要移哪些产业，我针对哪几个国家，我就会做出特别的思维。那对川普来讲，这是国际的好处，国内他也有好处。我美其名告诉大家说，我要拟平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所以你们要干嘛？你们要跟我买东西啊？跟哪一州买什么，就是川普在国内政治里面最好的手腕。那如果他还是不做，如果4月9号还是不做，我个人会倾向，那就是这整件事情里面最后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目标其实真的就是在抑制中国。因为从1930年的贸易战看起来，最后打了3年，一度全世界的出口锐减了60%，只剩原本的40%。但也因为这样，才催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些 WTO 跟所有多边国家的关税这样的组织。所以全世界因为过去的这个灾难而造成的现在更密集。如果川普这件事情继续下去，我认为至少要降80%。那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我真的奉劝我们的政府，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都认为川普现在做的事情是政治在影响经济，是一种类似准宣战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真的奉劝我们政府，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涨跌幅，必须要减半，因为今天台股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跌下去的这一根，让我们的整个大盘维持率已经濒临到崩溃的边缘。明天如果再跌超过5%以上，基本上来讲，所有的融资断头跟追缴全部出来。我们在看政府的作为的时候，你要反向看他怎么思考。我们昨天出来的救市3招的第一招，居然是什么？放宽担保的样态。对，怎么可能会有政府要放宽担保的样态？让大家再进公司。所以表示什么？所以表示政府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曝险的这些规模比他想象的多很多，必须要放宽担保的样态，否则会有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还是劝政府，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认为4月9号很重要，而且我们都认为这是政治在影响经济，请你在4月9号之前，我们赶快把所谓的这个整体的跌幅减少1半，或许可以减少避免断头的这件事情发生。不过基本上哦，这个现在很多人哦，年轻人很多，另外很多人呢觉得做工作薪水太少了，一个月拿个3万4万没意思，干脆做股票。事实上，过去这几年做股票也赚钱了，他随便做一个月赚的钱也比3、4万多嘛。哦，那这些人现在怎么办？哦，一下被断了以后呢，到底怎么办？尤其如果是你是借钱去做的，更惨。如果你就自己钱就算了，我重新再赚吧。如果是借来的钱，到底该怎么办？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金管会有3大救市措施了哈。那而且说瞄准外资，怕外资来这边这个放空啊，所以呢就像是限空令一样啊，不准放空啊，放空也很有限啊等等哈。那而且严防台股的大逃杀，台股大逃，不过看起来今天看这个措施效果有限了哈。那另外呢，主要先瞄准外资的秃鹰啊，外资有些秃鹰就看你不行，就赶快进来哈。就把那个借券的那个压力一口气从30%缩减为3%。对。那另外呢，这个今天没有限制涨跌幅了，因为呢，他怕恐慌心理扩散啊，说这个更怕啊。那另外呢，传产业者受到重伤，说他担心订单被别国抢走。你不要以亚洲来讲，韩国比我们低啊。哦，有比我们高的越南啊，什么比我们高，但是有很多国家比我们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被别人抢走？哦，所以传产业又养活人口养活的很多啊，哦，所以叫政府赶快去跟美国协商吧，哦。那另外呢，这个彰化有很多大厂，彰化县长讲，要求先停产休息6个月。我们美国厂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先停产。
先听着，我们看看情况再说吧。所以老美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最怕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就是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外销嘛，然后突然老美下个大单，他就到处去这个增产了，老美突然停了，惨了，这怎么办？然后欠你屁股债最怕这种所以他这种还算不错，告诉你先不要进不要说这个你进了以后突然给你停掉所以老美有时候呢你就先停6个月那业者是要求银行呢不要雨天收伞因为银行常常是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嘛所以呢怕这样我们看一下，股市发生非理性情绪下跌的时候，必要时我们会再配合主管机关的政策，进一步的实施相关稳定的市场措施。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大刀让全球股市血流成河。7号开盘前，证交所罕见信心喊话，必要时将出手稳市，目前不会限缩涨跌幅。我们严阵以待，面对于国际这样子的一个情势的发展，造成我们股市的波动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呼吁我们的投资者能够更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呼吁投资者理性，但真的好难。台股7号开盘重挫超过2000点，直接掼破2万点大关。台积电、鸿海、联发科等多家全指股也惨失跌停。金管会也祭出救市3件，7号到11号暂行措施包括：第一，扩大融资担保品选择；第二，限缩借券卖出量；第三，提高融券保证金比例。然而可能没那么快看到成果。我预估应该可能是震荡大概1-2天的时间吧，那么我觉得政府应该尽速去跟美国谈判，有没有办法把这个32%降下来？股票下跌是合理的现象，所以应该我们要采取什么样让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他现在跟美国谈零关税是做不到的了。工商大佬纷纷提建言，而5000亿的国安基金也严阵以待。财政部表示，依指示办理，视情况召开临时会，执行市场安定任务。魏生。现在看起来是美国的股市它要止跌，台股才会止跌，所以大概在4月这段时间呢，还会持续的震荡跟波动。那要怎么样才可以阻止川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大概从几个面向来看，但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企业，然后一个是美国的国会，再来是世界各国对它这个对等关税的相关的反应。好，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企业这几天真的是拼命的在游说啦，用各种方法，因为其实美国的股市大跌，对于每个公司本身的资产来说也都是缩水的，所以他们其实比任何人还要更紧张。那美国国会目前看起来也是要在这个国会内部，而且是跨党派去提案希望可以挡下这个关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在世界各国，我们看到也纷纷就有祭出不同的方式，希望可以跟美国来谈判。那台湾现在的谈判代表也正在美国要想办法要跟白宫这边来进行协商。那当然，我们希望都会是有很好的结果。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当然是会比较紧张。那美国这个所谓的重拳，其实它重点还是希望大家快速的来谈。那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在这几年确实过去美国都是输出这个技术，那由世界来做世界的工厂，然后来帮他们做这个相关的代工跟相关的制造。不过慢慢的，在美国我发现，就是说当这个制造业流落在外面的时候，确实对于美国的国力或是对于整体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机会来说都是减少的。那所以他们是希望可以再工业化。那这个过程当中祭出这个关税的手段，那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个还有待检验。不过美国现在看起来，至少川普是看起来是铁了心想要去执行这样的事情。不过目前都还可以谈。那台湾的32%也不是最终的结果。那因为台湾基本上还是有这个半导体所谓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整合，所以在这个方面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所以我认为可以谈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那请大家要相信政府，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努力。民进党现在建议蔡英文去谈永平，觉得有用吗？第一个，我觉得蔡英文为什么要现在愿意去谈判专家？谈判专家，问题是他如果跟赖清德关系良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共体时间来帮忙，确实蔡英文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明明呢，现在在党内跟赖清德、英系跟赖清德斗争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今天民进党的立委出来开这个记者会，到底是称赞他还是害他？这个真的，我们对民进党这是状况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说，我看到今天这个状况，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我只有4个字：
真的祈祷天佑台湾。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台湾命太不好了。我们现在的卓内阁是中华民国迁到台湾来有史以来最差的、最不懂经济的一个内阁。这个行政院长整天只想搞政治大罢免啊！对，今天出了一个梗图，就是说，哎呀，川普在发这个宣布关税之前，卓荣泰在哪里呢？他在桃园厂大罢免，他在台南厂大罢免，他在高雄厂大罢免，他在新北市场大罢免。所有的政府这次为什么好难跨破手脚？因为呢，他根本就都没有在管这件川普的事情啊！全世界都在讨论韩国如临大敌，新加坡如临大敌，每个都在准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告诉大家说啊，关税就是关灯，赶快去睡，安哪安哪，还在那边粉饰太平。这就是让大家现在信心崩溃的部分嘛。刚才伟山还在那边呼吁说，请相信政府，讲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的理由，对不对？行政院长不懂经济，这个副院长不懂经济，然后副院长不懂经济，不懂美国，没有做过谈判代表，没有跟美国政界有任何交往的人，竟然今天在做这个紧急应变小组的召集人。你光看郑丽君坐在那里，你当然心里会担心啊。那大家就在想，那你萧美琴在干什么呢？当初不是大家愿意萧美琴来做副总统，就是期待说你跟美国的关系是不是这个小组至少你萧美琴出来，就萧美琴呢在那边发润饼包什么馅，然后被大家耻笑之后呢，还出来道歉。那显然萧美琴根本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嘛。光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的内心政治斗争还是优于经济危机，而更要命的是，刚才国成立法委员也已经点出来了。讽刺的是，赖清德不久之前才宣布中国大陆叫做境外敌对势力，结果你认为呢？是像你爸爸一样会照顾你友好的美国，今天对你发动有史以来从未见过最严酷的经济战争，那你怎么办？你是人家已经把你伤害到这个状况了，你还可以说我剩下最后2块钱，拜托你拿去，你能不能放我一马？是这样吗？人家会因为这样子就放你一马吗？我觉得今天最恐怖的一点还不是股市的下跌，是我们现在的产业。刚才我们看到彰化县长已经讲了，美国客户已经叫他们工厂停厂这个6个月，这只是在彰化吗？这只是在中部我们精密工业集中区吗？光我们台北市，大家想象不到吧？都是各企业总部的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什么？今天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宣布什么？台北市呢已经发生呢，也被停订单，然后2800家台北市2800家产业受冲击，冲击的金额高达9200亿，然后占总营业额的5%。就台北市也动荡成这样子，那这个后果不是大家还在讲股市？刚才赵大哥还在关心年轻人什么什么选择，不是啊，现在是工作也没了啊！你一旦被停订单，我们这种出口为主的，不管你原来在高科技业，还是传统产业，是做袜子的，你还是做精密科技的，还是做脚踏车的，你只要被停订单，全部你是高居工程师，还是直接这个作业员，你全部都没有工作啊，怎么办？好吧，那政府有什么招没有了哈？前2天这个卓荣泰是说什么9大面向20招，看来都没用哦。然后这个赖清德昨天又说呢，他有5招啊，5个这个做法，到底有没有用？休息再回来。